为了给粉丝们送酒，我竟然学会了自己做朗姆酒。起因是这样的，前几天在菜市场看到甘蔗1块钱一斤，我就想到了第一批送的红枣朗姆泡酒，有的朋友希望售价是50元，可这个价格还不够朗姆酒钱呢。如果一定要降低成本的话，莫非要自己生产？这个想法一旦闪现，作为动手能力还不错的我，不试试怎么能甘心？查阅资料发现，制作朗姆酒也不复杂，设备只缺蒸馏器。不过一想到买10斤甘蔗只需要10块钱，这点小投资根本不算什么。我高兴地买了10斤甘蔗，先回来试验。上等的朗姆酒需要青汁发酵，我需要叫它们削皮榨汁来取得青汁。可切开之后，怎么里边是黑的呢？竟然全都是黑的！哎，上当了，怪不得旁边的摊位需要3块钱一斤呢。可2000多的紫铜蒸馏器都已经发货了，我不能放弃，只能再去买3块一斤的甘蔗。还没见到青汁，先损失了10块。不过一想到能出酒，这点损失根本不算什么。这次的甘蔗没有问题，削皮、榨汁、压榨。最终30元的甘蔗出汁3斤7两左右，加入活化好的酵母，等待发酵结束后就可以蒸馏了。资料显示，最早的朗姆酒是用糖蜜发酵制作的，我想对比一下，于是我又买了5斤糖蜜来试验一下。毕竟2000多的蒸馏器都买了，这点材料根本不算什么。糖蜜加水稀释后加入酵母，等待发酵结束后再进行蒸馏。葡萄发酵后形成的酒，在蒸馏前就是葡萄酒，蒸馏之后就是白兰地。按照这个逻辑，甘蔗在发酵后蒸馏前也应该叫做甘蔗酒。尝一下口感，就是甜水加酒精的滋味，不好喝，还是蒸馏吧。开始出酒，第一次蒸馏共计约700毫升，酒精度30度。第二次蒸馏，最终出酒300毫升，酒精度68度。同样的方式，把糖蜜原料进行2次蒸馏，最终得到70度原酒300毫升。青汁发酵后的蒸馏酒闻起来更加清爽干净，糖蜜发酵的没有清爽感，多了一点焦糖香气。不过新酒口感都太冲了，不好直接喝，还是用来泡酒喝吧。先把酒降到30度，加入蒸好的红枣，用自己做的朗姆酒泡红枣会是什么口感？10天后我们来对比一下吧。计划邀请大家品尝的胭脂梅泡酒，开封过滤到大桶后品尝一下口感。那种一爽到底的穿透力是梅子酒最有意思的地方，独具特点的梅子口味喝起来酸爽过瘾。虽然酒看着清澈，但肉眼还是能够看到细小的碎屑，这个好办，咱有经验呢。过滤，这次邀请哪些朋友呢？咱按照古人的方式行一次酒令吧。最近看三圣小妙老师的酒坛，里边提到唐代的一个对联，上联是烟锁池塘柳，小妙老师在书中对的下联是板城烧锅酒。他说也因此被罚了几杯酒，所以有想被罚1-2杯胭脂梅泡酒的朋友可以尽情发挥。这是我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刚入手的清风绵柔抽纸，柔软舒适，沾水不易破。左滑进抖音商城秒杀频道或点评论区就能一键购买我的同款好物了，还有更多爆款低至9.9元，各种小零食、日用品闭眼买都没问题，日常多逛一逛还能省下一大笔，超值。好了，咱的酒也过滤完了，品尝一下。果味的酸爽感比过滤前略微降低了点，但我喜欢的那种一爽到底的穿透力还在，也足够过瘾。装2瓶送检，检测合格后再陆续联系大家。最后别忘了上联烟锁池塘柳。羊肉还能用来酿酒？最近从北山酒精里习得一古方，把羊肉和糯米放在一起酿酒，据说既有酒香又有肉质香，冬天里还可以驱寒暖身，有点意思，咱必须得试一下。先来一杯白兰地，把羊肉浸泡一下，炖的时候只放入生姜和大葱，熬煮1小时之后取出2块晾凉，剩下的再放入盐和枸杞，炖煮10分钟后准备开吃。还得先干正事儿，把晾凉的羊排肉用手撕碎，纯肉51克，放入浸泡了1天的糯米中搅拌均匀，入屉蒸40分钟，蒸好后摊开晾凉。这时加入125克凉白开，0.5克甜酒曲，搅拌均匀后放入发酵罐，掏个小酒窝，盖上保鲜膜，有氧发酵48小时。活儿干完了，再来吃羊肉，心情那叫一个舒畅。羊肉肥瘦均匀，入口即化，羊肉的脂香在后口饱满丝滑，丝毫没有羊膻味儿，甚至连羊汤都是极品美味。我瞬间对羊羔酒的期待更加猛烈，那将会是多么美妙的口感啊！吃完羊肉的锅碗都比较油腻，这是我在抖音商城暖冬好物节刚买的立白洗洁精，清新去异味，去油效果不错，温和不伤手。左滑逛抖音商城或直接点击评论区就能一键购买我的同款，每买150减20元，领券再打9折，随便逛逛就是超值好物，太好买了。2天后发酵的羊羔酒中再加入250克凉白开进行2次发酵，又1天后终于可以出酒了。只是酒液里有少许油的感觉，我心里隐约有点不安。
不过闻起来酒香依然浓郁，没有洋山味儿。接下来压榨酒汁，我买了一台压榨机来最大化的榨取酒汁。酒中得酒520毫升，效果非常满意。品尝一下，入口还是米香和甘甜，酒香呈现在中后口，没有羊肉的膻味和腥味。能把肉质香和酒香同时呈现在一款酒里，不禁感叹古人的酿酒智慧简直出神入化。只是多饮几杯之后，羊肉的油腻感逐渐增加，又不同于喝羊汤的感觉，可能羊肉的滋味和酒的醇厚融合度不够的缘故吧。传说这款酒是杨贵妃20岁生日时，唐玄宗在御酒中特意为她选中的。个人分析，那时候调味的香料比较少，所以羊羔入酒算是增加滋味的一种方式。如果上天再给我一块羊排，我一定选择清炖羊排单酿米酒，然后大块吃羊肉，大碗喝米酒，那应该是羊肉和酒最好的打开方式吧。真香！有一个朋友告诉我鉴别啤酒的方法，就是把啤酒倒出后放置常温，让气泡消散后再去品尝，并给我寄了一瓶，让我参考酿造。我先按照此方法跟工业啤酒对比了一下，果然好的啤酒在常温无气泡的情况下都可以喝到水果香气和麦芽香气，对比起来工啤就难以下咽了。于是我买了一大堆设备，开始酿水果风味的啤酒，但3次之后我都绝望了，因为口感完全不对。上网查阅和总结原因，泡酒是一个置换的过程，属于物理变化，相对简单，而啤酒酿造是发酵过程，发酵就要对温度、操作、原材料产地等要求更加严格，是化学变化，难度相对大很多。又了解了一下这家酒的历史，觉得非常有意思。2个创始人是发小，一个渔夫，一个在威士忌酒厂上班。创立之初只有2个人，外加一条狗，于是品牌就叫酿酒狗。他们创立之初是厌倦了工啤的寡淡和添加，致力于做浓郁和丰富滋味的精酿啤酒，还融合了自身的朋克和摇滚精神，并做了全方位的创新。顺便又买了几瓶，酒到了品尝一下。这款猫王艾尔维斯 IPA 就是在柑橘香甜的基础上增加了葡萄柚的香甜，高酒精度和葡萄柚风味的强烈碰撞，入口就像猫王的音乐般律动摇滚。酿酒狗的这款浑浊甲胺 IPA 带有浓郁的热带水果风味，仿佛菠萝、芒果、青柠的风味都能品尝到。最经典的就是酿酒狗的朋克 IPA 了。酿酒狗能够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风靡全球，最早就是从这款酒开始的。伴随着啤酒花带来的西柚、菠萝、荔枝的风味和浓郁的麦芽香，一举打下了夯实的基础。3瓶喝完，瞬间被它醇厚、具有冲击力的酒体所征服，也体验到自己做的跟人家的距离了。我这种简易设备和不知来历的原材料，想要酿出好啤酒，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等有钱了更新装备后再说吧。3个月前用文池一路泡酒非常惊喜，以前只有在书上才能看到茶叶的花香，竟然在这酒里都呈现了出来。茶叶用我们传统吊香方式，优点是可以更好的萃取出茶叶的花香，缺点是茶叶用量比较大，梨用来吸走酒的刺激口感，同时增加清甜口感。入口是茶叶自身的花香，中口是茶叶的茶香和梨的清甜，后口和回味是茶香，茶香一直贯穿在口腔中，不苦不涩，清新自然。这次浸泡的时间有点长，梨出现了一些发闷的口感。我发现煮的冰糖雪梨汤中，梨的口感非常明显。接下来我准备尝试一下煮梨后再浸泡，试试口感会不会更好。吊香这个工艺，前几天在调东方之珠鸡尾酒时也用到过一次。与浸泡的方式相比，用吊香萃取出来的香气更加的清雅。东方之珠鸡尾酒是近半年的调酒中，我感觉最好喝的一杯，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